環球大戰現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前立委蔡正元蔡委員。思敏好，大家好。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還有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持續來關注，在這一場中日之間的衝突，已經延伸到整個，包括現在在關心到第一島鏈，甚至在第二島鏈的軍事上面的衝突。今天要來看到的是遼寧號繞着日本走，這一次還加上了這個補給艦闖入美日的訓練空域。解放軍現在是要把遠洋壓境變成一個常態了嗎？另外，我們今天也會特別來關心的是，前幾天關心的都是在第一島鏈，那麼現在是不是也跨足到第二島鏈？因為在這邊也被大陸給插齊了，美日增援線會被封死嗎？高市這個時候急着找川普，原因又是什麼？今天會來做解讀。三個火線話題，今天我們請來賓來特別幫我們做解讀。首先，現在來看到是遼寧號的這個路徑闖入了在美日原本的這個訓練空域當中，而且加入了剛剛提到的補給艦。解放軍是在測試遠洋要把它常態化嗎？到底會在這邊走多久呢？是要打破日本的整個防線節奏嗎？美日台海這個增援的這個援助線會不會遭到封鎖呢？第二件事情來看到是在第二島鏈，現在又發生什麼事情了？來看到大陸現在密集的在這個地方密克羅尼西亞，也就是二戰日本跑道這邊重建哦。這個地方很關鍵，因為它其實在第二島鏈離關島只有僅900公里而已。大陸是在對美軍太平洋後方來直接亮劍嗎？最後，我們今天也會來關心到，在6號的時候，大家還記得嗎？當時解放軍它的這個軍機，也就是殲15的雷達，不是鎖定了日本的 F-15整整30分鐘的時間嗎？日本第一時間其實一開始沒有說太多話，但是幾天之後，小泉也出來說話了。小泉特別有提到，中方啊，確實他們是有通報那一天會做演訓的，但是小泉也說了，中方沒有給任何有關於空域時間跟坐標這場演習的相關資訊。這樣子的一個發言是代表說，大陸方面資訊的疏漏，還是故意讓日方沒有辦法去避讓呢？高市這個時候急着找川普來見面，原因又是什麼？今天都會一起的來做解讀。我們先來關心到遼寧艦的一個動態，因為這是來自於日本防衛省緊急證實的。遼寧號現在一直走，已經殺到了東京沖之鳥島北方的一個海域，並且和補給艦一起來做會合。疑似呢，現在看起來它是不是要展開一個比較長時間，甚至現在預估啊，來自於日本防衛省的預估，可能長達1個月的遠洋的一個行動呢？而且在過去短短3天，遼寧號的艦載機起降次數也非常的頻繁，高達了140次。我們來看到日本的官員又怎麼說呢？他說，現在如果來觀察一下遼寧號的軌跡呀，其實是和當時美日這個演訓的空域的軌跡是有相似的。我們來請導播 Q 到下一張 CG 來帶我們看一下這幾天遼寧號到底是怎麼走的。來，我們請導播 Q 一下。好，遼寧號其實從12月5號到12月9號，來自於日方特別的公布，是大概是這樣紅線這樣子走的。好，那也就是沿着包括了日本，等於是繞着日本，然後也有經過在這個宮古海峽這邊，然後呢一路的往這個琉球的南方，再往剛剛提到的沖之鳥島的北方來做這個路徑的走啊。那麼大家也在看說，遼寧號的軌跡是不是有意要侵入，也就是這個美日原本的演訓空域跟艦載機在這邊做起降，他認為這是一個挑釁的行為。我們來回到上一章，那其實呢，現在更讓美日非常緊張的事情，還有就是在琉球的東南海域。東南海域這邊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是美軍橫須賀航母群還有日本艦隊南下支援台海必須要經過的地方。但是看到解放軍的各種武器現在都擺出來了，不管是055啊，或者是052D 等等。中國媒體形容這是行動版本的封鎖行動，而剛剛提到的，其實這個解放軍對於美日的警告不只是在第一島鏈而已，是不是也包含現在還有第二島鏈呢？因為地緣專家這邊也做出了一個評估，說中國大陸現在正在這個地方密克羅尼西亞重建2戰日本帝國的機場跑道，這個地方離關島第二島鏈只有900公里而已。我們來看到跑道的規模，包括了它的長度啊1000公尺，寬100公尺，
過去美軍曾經試圖要去修復這個地方，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特別來請教將軍怎麼看遼寧號這一次闖入美日的訓練區，是在測試美日的底線嗎？加入了補給艦所代表的意義又是什麼？厲將軍怎麼看？我請導播把剛才那張遼寧艦的航行圖，那張CG幫我們放出來。我跟各位報告一下這是這個美日這個聯合演習的位置就是在12月6號到12月7號這塊區域，美日在這邊做這個聯合的軍演。那總共劃分為3塊區域。那很明顯的，遼寧號從他們中間切過去了。這要勇闖3關這個我如果說是關羽當年過5關斬6將，他雖然說沒有斬6將，但是也勇闖3關，從這邊闖過去。在我們看這張圖之前，我再給各位看一張圖，非常巧妙。大家記不記得高市早苗什麼時候上美國的華盛頓號航母去？大家記不記得那時候他跟川普2個坐着直升機，還在這個軍艦上面這個手舞足蹈在那邊跳舞。那天是10月28號，完了以後，川普就到韓國去參加 APEC。可見的華盛頓號航母那時候是停在日本橫須賀這個軍港的那我給各位看一下，因為這個最新的訊息來講，因為這個還沒有辦法掌握到後續的建制的活動，我現在這個訊息只有到12月7號。那你看，在太平洋這個西部來講的話，中國的遼寧號正在跟美國的華盛頓航母兩者正在跳一場 tango 的舞我們看一下。這個12月4號的時候12月5號的时候，遼寧艦還在這邊正要出發。那12月4號的時候，華盛頓號在哪裡？在關島。我剛剛講了，他之前在橫須賀，他為什麼這時候到關島了？表示他是不是已經知道有這個默契，知道說是遼寧號要從這邊過來，所以他先避開了他先避開了，就是跳探戈嘛，你進一步我就退一步第二個來講，我們看遼寧號12月7號到這邊的時候，那這個時候這個華盛頓號他開始準備要回去。12月7號他到這個位置，準備要回華盛頓航母。這時候遼寧號幹嘛？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張圖，我給各位看一下，你就知道我用這張圖來看，好，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時候遼寧艦掉頭了，他不再往北了，他回頭，就可見得說是他要過來的時候，這個華盛頓號讓開，華盛頓號要回去的時候，他往南走雙方都避開。那雙方來講是巧合，還是双方有事先溝通過？就避免王見王很尷尬所以我們知道如果從以上這種動作，很明顯的高市早苗被川普賣掉了他根本就不曉得其實中美之間是不是有這種默契。那唯一一個沒有參與其中的那個人叫高市早苗。但是現在來講，原來遼寧艦過來的時候，在這個地方它是沒有帶補給艦的，它只有帶這個護衛的055大區跟054護衛艦。那我們原來以為它是會從大隅海峽那邊繞一圈就回去了，因為如果你沒有補給艦，你在海面上面航行時間是不能夠長久的。但是這個屬於一種戰術性威嚇的行動。可是當補給艦到了以後，就從戰術提升到戰略層級，因為它會在這個地方停留時間會很久那會多久？我們現在原則上如果是一艘的話，那可能是1個月的時間。那它有可能換了，我第2艘的補給艦再來，那這個時間很長。那第3個，為什麼要停在這個地方停那麼久？很明顯的，因為高市早苗講的那句話，就是如果說台灣有事，就會啟動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那他就會做什麼？可以行使集體防衛權。什麼叫集體行使集體防衛權？顧名思義，就是聯合美國、日本還有台灣來共同跟解放軍來這個對戰所以叫做集體行使防衛權。那日本來講，如果說要介入台灣軍事行動要介入台灣的話，很明顯，他一定不管是美軍從橫須賀軍港要下來，或者是日本的軍艦從這個東京灣各個軍港會往南行駛。那各位可以看到如果這時候我們看一下，如果這個時候它停在這個地方，遼寧艦航母戰鬥群停在這個地方，是不是很明顯的就是反介入跟區域拒止？對，我們原來以為反介入區域拒止是針對關島美軍的基地，但事實上如果說針對日軍來講的話，他在這個地方也可以做一個反介入跟區域拒止的作戰，這是第2個目的。我覺得就是很明顯他在做這個演練。第3個，我覺得這個時候停留在那邊1個月是加強部隊的訓練，因為這時候天氣是冬天，
所以北方那邊是嚴寒氣候，尤其是這個禮拜六，聽說這個寒流會來，包括我們台灣都會很冷。那何況北緯度這麼高的艦艇在那個地方，再加上東北季風，我想風浪一定很大，對海軍的官兵來講是一個很嚴格的一個訓練。所以我覺得仗在哪裡打，部隊就要在哪裡訓。以後仗要在這邊打，那解放軍就在這邊練兵，然後從苦從嚴從難，在最艱困的氣候之下，從事最艱難的訓練。好，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目前解放軍的位置，這個遼寧號主要都還是在第一島鏈，目的除了做這道區域拒止之外，還有不斷的做它的演訓，做它的訓練。那另一方面，我們也來提到的是說，會不會它已經不再只是存在第一島鏈而已？現在呢，它把它的勢力擴大到第二島鏈。我們要來持續關心的就是大陸現在在密克羅尼西亞重建的二戰當時的日本的這個跑道。這個是第二島鏈的前置基地，還是對關島直接亮劍？解放軍真的有辦法打到第二島鏈嗎？委員怎麼看？這個所謂的地緣政治專家發這條消息啊，真是白目到家了。那是很單純的中國的民間企業去承包這個機場的修復工程而已。為什麼我很確定這樣說呢？第一個，這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啊，它有7個機場，這個機場也不是離關島最近的。換句話說，他們大部分有607個島礁。整體組成主要叫做加洛林群島。那加洛林群島哈，這個瓦雷埃啊，它是 atoll， 是一個環礁，它不是一整塊的，它剛好是在最靠近這個西邊的，而它北面呢還有2、3個機場離關島更近，所以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啊。那第一個，它有7個機場，它不是唯一的機場。第二個，更重要一點了，密克羅尼西亞。它本來是美國托管的土地，然後在1979年經過公民投票獨立，1986年跟美國簽了一個叫做自由聯繫條約。什麼叫做自由聯繫條約？表面上叫自由，但是聯繫的意思就是我是美國的附屬國，也就是它獨立只有在內政跟部分外交獨立，其他的國防全部歸美國管。那你說這個國家被美國國防控制的，解放軍可以蓋一個第二跑道，還可以做軍事使用，這會不會太白目的一個判斷了？那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很單純的找個民間公司去承包，那或許中國政府有補貼一點，但是基本上還是美國出錢在養這個國家，它的地位跟什麼一樣？跟帛琉一樣，跟帛琉一樣，所以。我是覺得這樣的判斷說，哇，這個第二島鏈機場就是中國在興建，這中國又要控制，中國要用，就跟當時的香港大公報在炒作那個什麼，那個巴拿馬運河一樣，無知啊。好，這個是針對於這一件事情，有關於第二島鏈的興建。那我們也來重拾一下當時中日爭議的這個事情爆發。其實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就是在6號當天，大家還記得嗎？當時解放軍的殲15不是用火控雷達鎖定日本的 F-15整整半個小時的時間嗎？這件事情6號發生，那其實日本的官方也沒有做太多的回應，只有做批評。但是事隔多天，在昨天的時候，小泉進次郎他突然間針對這件事情出來說明了，他就承認說，確實啦，沒錯，中方當時確實有事前通知日方說他們要進行飛訓，但是小泉進次郎也批啊，他說自衛隊還是沒有收到任何中方有關於他們演訓的空域時間跟具體的坐標的資訊。好，另外官房長就態度更強硬了，他說。不管怎麼樣啦，大陸就算有沒有通知你侵犯領空，我們還是要做反制。那另外一方面，確實現在高市早苗面臨非常大的政治壓力，他也在10日公開喊話，盡快要和川普見面舉行領袖會談，被視為是不斷的向美國喊話，要來對中國大陸施壓嗎？賴老師怎麼看？這些論壇、這些論點都是軍國主義者的論調啊，這個非常的明確。為什麼？因為第一個，沒有人進入日本的領空，所以日本的自己的防衛部門也說，大陸都沒有進入日本的領空。那既然沒有的話，那你穆延展講的什麼鬼話啊？也就是根本沒有進入你的領空，那你怎麼突然間講說啊，只要侵犯領空就要反制？沒有人進入領空啊！這個我想這是一個第一個非常明白的一件事情，這是叫做鬼話。第二個呢，就是
小泉一開始的時候就講謊話，中國大陸明明有通知，他故意說沒有通知，所以他說謊。而且故意在半夜2點的時候，那麼告訴國際說他那個中國大陸侵犯我們，那他是公然說謊。第二個呢，根本沒有用火控雷達。他講成用火控雷達，好多人還引用日本的說法，而不用中國大陸說法。中國大陸說我是用雷達照射啊，那日本就說是火控雷達，那很多人就相信日本人。那軍國主義者一直在說謊，還有人會相信他們，然後用火控雷達，這個簡直是一個人類間最大的笑話。好，現在小泉自己也知道，大陸一個證據一個政治牌給你看的時候，那難看啊，因為你用火控雷達上面都有記錄嘛，那不是火控雷達嘛。所以他自己就悄悄的又改變成為叫做雷達照射啊，這個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他們一貫的伎倆。好，那現在的問題是這樣子，他現在2次說謊都被打臉了，那怎麼辦？就只好硬凹，說你沒有告訴我具體的坐標。我想請問一下，航母是移動性的，你剛剛看到一個航機圖，你已經告訴我們了，他從12月6號以後到7號的時候走了600公里。12月6號到7號走了600公里，都在移動的時候，我還告訴你我的航向啊！這全世界哪有這種事情？我還告訴你我的航向，這個簡直是人類間更大的笑話。所以這個人講的都是沒有知識，連常識都不如的一個笑話。所以我覺得這是另外一個部分。第三個，11月7號，當你高市早苗開始在挑釁中國大陸的時候，中國大陸3艘戰艦都已經穿越你大隅海峽到你的青津海峽了。這個等於是2國之間的軍事的緊張關係已經拉高了，拉高了，你就自己知道說，如果你要再去惹的話，那情況就會惡化。小泉接着跑去與那國島說：“我撞了034哦，我要打你哦。”那中國大陸無人機就飛過來了嘛。好，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雙方的關係緊張的關係越來越拉高了。現在航母穿越了宮古海峽，在國際公海這個海域進行這個起降的演訓，已經通報你了。說我現在開始進行起降演訓了。那理論上講，一般來講，一個正常的一個國家，它基本的做法就是說保持一個距離，保持一個距離，而且呢，通常都是水面的艦隊跟在一個安全的一個距離。過去的標準做法都是如此。結果你多次的派你的戰鬥機，尤其是 F-15的戰機，你飛到這個裡面來，被照那是剛剛好而已，把你趕走只是剛剛好而已。被趕了以後被照了，那技不如人嘛。大陸解放軍的戰機就是比你好嘛，然後被人的裝備就是比你好，你被打敗了還哭哭啼啼，然後連續說謊，這個簡直是人類間最可笑的事。我是看到那個軍國主義者，我就覺得這種嘴臉真的是對我們來講太熟悉了。我從小我父親就告訴我，他們都是抗戰過來的，他們就說日本人就是滿口謊話，這些軍國主義者就是滿口謊話。好，謝謝賴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